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今天，我们将踏上一段充满智慧与启迪的旅程，去探索一部跨越时空的思想巨著《西方哲学史》。这本书由20世纪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，挪威裔美国哲学家威尔杜兰特 （Will Durant） 撰写。自问世以来，他便以其深邃的思想和优美的叙述吸引了无数读者，被誉为哲学领域的经典之作。让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关于苏格拉底的故事。苏格拉底是古希腊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，他以苏格拉底是提问闻名于世。有一天，苏格拉底的学生凯勒风去德尔斐神庙求问，世上有没有比苏格拉底更聪明的人？神谕回答，没有。苏格拉底得知后，感到困惑，因为他认为自己一无所知。于是，他开始四处拜访那些自认为聪明的人，包括政治家、诗人和工匠，试图证明神谕是错误的。然而，他发现这些人虽然自认为聪明，但实际上却一无所知。苏格拉底由此得出结论：真正的智慧在于认识到自己的无知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哲学的起点是对自身无知的承认，而哲学的价值在于不断追寻真理的过程。西方哲学史正是这样一部引导我们追寻真理的著作。1. 古希腊哲学，哲学的起源与奠基。古希腊是西方哲学的摇篮，涌现出了苏格拉底、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伟大的哲学家。他们的思想奠定了西方哲学的基础，影响了后世2000多年的哲学发展。古希腊哲学家们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世界的本质是什么。他们试图通过理性思考和逻辑推理来解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。这种对理性的追求反映了人类对秩序和意义的渴望。阅读古希腊哲学可以帮助我们培养批判性思维和逻辑推理能力。例如，柏拉图的理念论教导我们区分表象与本质，引导我们追求更深层次的真理。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则为我们提供了一套有效的推理工具，帮助我们更好地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。柏拉图在《理想国》中写道：“那些看到真理的人，不愿意回到洞穴中去。”这句话形象地表达了哲学家对真理的执着追求，也启示我们，哲学的思考可以让我们超越日常的局限，看到更广阔的世界。在现代社会中，批判性思维和逻辑推理能力尤为重要。无论是在工作中做出决策，还是在生活中解决问题，这些能力都能帮助我们更加理性地面对挑战。2. 中世纪哲学，信仰与理性的交织。中世纪哲学是基督教神学与古希腊哲学相结合的产物，主要代表人物有奥古斯丁和阿奎那。这一时期的哲学主要探讨信仰与理性的关系，以及上帝的存在等问题。中世纪哲学家们试图调和信仰与理性的矛盾，他们认为理性是上帝赋予人类的礼物，可以用来理解和解释信仰。这种思维方式反映了人类对统一性和完整性的追求。学习中世纪哲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信仰与理性的关系，培养辩证思维。例如，阿奎那的上帝存在的5个证明展示了如何运用理性来论证信仰问题。这启示我们在面对复杂问题时，可以尝试从多个角度进行思考和论证。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写道：“我们的心不安，直到他安息于你。”这句话深刻地表达了人类对信仰和意义的追求，也启示我们，哲学的思考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内心的平静和安宁。在现代社会中，信仰与理性的关系依然是一个重要的议题。无论是在个人生活中，还是在社会发展中，如何平衡信仰与理性，都是我们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。3. 近代哲学，理性主义的兴起与经验主义的挑战。近代哲学以笛卡尔的“我思故我在”为开端，经历了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激烈交锋。代表人物有笛卡尔、斯宾诺莎、洛克和休谟等。理性主义者相信理性是知识的唯一来源，而经验主义者则认为一切知识都来源于经验。这种争论反映了人类对知识来源和认知方式的探索。学习近代哲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知识的本质和认知的过程，培养科学思维。例如，笛卡尔的怀疑方法教导我们质疑一切已知的东西，从根本上重新审视我们的信念。洛克的经验主义则强调观察和经验的重要性，启示我们通过实践来获取知识。笛卡尔在《第一哲学沉思集》中写道：“我思故我在”。这句话标志着近代哲学的起点，也启示我们，思考和自我意识是人类存在的根本。在科学研究中，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方法论都得到了广泛应用。无论是理论推导还是实验验证，这两种方法都为我们理解世界提供了重要的工具。4. 现代哲学，多元化的思想碰撞。现代哲学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，出现了存在主义、现象学、分析哲学等不同的流派。代表人物有尼采、萨特、胡塞尔和维特根斯坦等。现代哲学家们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人的存在意义是什么。他们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人类的存在、意识和语言等问题。这种探索反映了人类对自身和世界的深刻反思。学习现代哲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类存在的复杂性，培养多元思维。例如，尼采的超然哲学鼓励我们超越传统价值观，
勇敢地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。萨特的存在主义则强调自由和责任，启示我们对自己的选择负责。尼采在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中写道：上帝死了这句话宣告了传统价值观的崩溃，也启示我们在现代社会，每个人都需要重新寻找生命的意义。在个人生活中，现代哲学的思想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，找到生活的方向。例如，存在主义的思想鼓励我们勇敢地面对人生的荒谬，积极地创造意义。5. 后现代哲学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。后现代哲学是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，主要代表人物有德里达、福柯和利奥塔等。他们质疑理性、知识和真理的绝对性，强调差异性和多元性。后现代哲学家们认为，现代性所倡导的理性和进步观念导致了人类社会的异化和压迫。他们主张解构传统观念，倡导多元化和相对主义。这种思维方式反映了人类对自身和社会的深刻批判。学习后现代哲学可以帮助我们反思现代社会的弊端，培养批判性思维。例如，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揭示了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关系，启示我们审视社会中存在的各种不平等现象。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则鼓励我们质疑一切既定观念，寻求新的可能性。福柯在《规训与惩罚》中写道：权力无处不在。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权力在现代社会中的运作方式，也启示我们，权力关系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，需要我们保持警惕。在社会生活中，后现代哲学的思想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现象，批判性地看待各种社会问题。例如，后现代主义对多元文化的倡导，鼓励我们尊重差异，包容不同的生活方式。通过今天的介绍，我们已经对西方哲学史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。这本书不仅仅是一部哲学史著作，更是一部引导我们思考人生、探索真理的指南。首先，保持好奇心和开放的心态。哲学的思考始于对世界的好奇和对自身无知的承认。我们要勇于质疑传统观念，勇于探索新的可能性。其次，培养批判性思维。哲学教会我们质疑一切既定观念，审视各种社会现象。我们要学会从多个角度思考问题，避免陷入思维定式。最后，勇敢地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。哲学的思考最终要落实到行动上。我们要勇于面对人生的挑战，勇于创造属于自己的未来。谢谢大家的聆听。